在静态部分啊，因为我的同事王博潇之前呢对这辆领克05加做过很详细的解说和这个图文的讲解，所以说咱们这期视频不再一一赘述，只讲几点我自己比较感受深的点。那首先，因为这辆领克05加是领克加系列里面的第2款产品，它呢也是继承了家族的一个赛道的风格，所以说可以看到很多的一些运动套件。首先说一个最扎眼的，就是它的颜色跟领克03加一样，它也使用了一个市面上比较少见的比较扎眼的颜色，就是这个绿色。那这个绿色其实在市面上真的是一看就能很显眼的看到它，但是我个人的一个小建议，如果说它能像 AMG 一样改成一个原厂的哑光漆的话，那我觉得视觉效果会更好一些。那领克的05加呢，其实相比普通领克05，它在外观上最大的变化是加入了很多原厂的套件，可以看到前唇部分包括侧裙以及后面的扰流板和扩散器全部都是碳纤维的套件。那这些套件呢，除了好看以外，其实在实用意义上它能提供最大40公斤的下压力。也可以看到领克呢把这个加 Downforce 的一个标识也写到它的这个套件上，说明他们对这个套件非常的自豪，非常有信心。对于一辆性能车而言，它呢除了能够开得快，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能够刹得住。那这辆领克05加呢，在轮胎以及轮毂的区域真的是下了很大的血本，咱们来一一细聊。首先，轮毂部分，它一个20寸的大轮毂，在同级中真是很大的一个尺寸了。那另外呢，颜色也选用了一个熏黑的处理。最后在材质方面，这是一个锻造的轮毂，可以说领克这辆领克05加真的是下了血本。在这个性能方面拿捏的非常到位。那再往里看，可以看到一个尺寸很巨大的前面刹车卡钳。那它呢选用的品牌并不是大家所熟知的 Brembo， 而是来自日本的更小众的也更高端的 Akenpono。这个品牌的刹车卡钳做的是非常好的。那它除了尺寸大以外，而且也选用了一个车身的同色，整个的这个整体感会更强一些。最后再往里看的话，是一个前面的刹车盘，整个直径达到了360毫米，而且上面还有划线的处理。那这么做的好处呢，是能够在车辆制动的时候更快更好的把这个制动所产生的碎屑排出车轮之外，达到更好的一个制动效果。那整个一套下来，它这辆车在时速100的时候，紧急制动仅需要34米的制动距离。那这辆领克05加呢，它内饰整体的设计风格跟普通领克05其实没有很大区别。最主要的变化是对于颜色和内饰的这个材质的升级。这辆车整体而言，除了顶棚和地板以外，整个车里边这个 Alcantara 的使用材质达到65%，所以一进来其实跟这个领克03加坐在里面的这个效果很像，满满的一些豪华感和这种运动感。那另外呢，就是在一些细节方面，比如说换挡拨片，然后方向盘上的回正环以及这个驾驶模式的选择，甚至是这个点火开关以及这个座椅的缝线，全部是使用了车身同色的绿色。那它也是真正的呢做到了表里如一。那最后呢，要说这个座椅，它这个座椅是一体化的这种赛车运动座椅，但是它这个材质包括坐起来的感觉是非常的舒服，横向的这种宽度是正好的，包括我这种体型是不会在里面太拥挤，所以这个座椅除了这个运动以外，真的是非常舒服的一个座椅了。那这样领克05加呢，它仪表盘使用的是专属性能仪表，那系统里呢新增了圈速计时、计值以及发动机数据等等显示。平常呢开起来没有什么用，但是在赛道里对自己的驾驶表现能够看得更明晰。自从我第一次在网上看到过这辆领克05加的官图，就对它的驾驶感受充满了期待。毕竟咱们刚才在静态的时候也说到了，这辆车整个的设计非常的炸裂，非常有运动感。首先呢，在动力层面上，这台车搭载的是跟领克03加相同的一台发动机，源自沃尔沃的 Drive E T5 的 2.0T 发动机。那它的整个马力的调教是包括吉利、领克以及沃尔沃所有车型中调教最大的马力，达到265马力，峰值扭矩呢也干到了380牛米。但是给我的感觉，它的动力其实并没有那么的炸裂。为什么？因为相同一台发动机差不多的调教，但是呢它比领克03加在车重上沉了不少，达到了 1.8 吨，这是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因为这台车它毕竟是一个 SUV 的车型，它受限于更大的风阻系数，所以在加速感上是稍微的弱了一些。那其实在数据上也是同样如此，领克03加的0-100加速时间是 5.9 秒，这台车呢官方的数据是 6.5 秒的时间，所以说在这个加速感上，我个人感觉稍微的有一些小的失望。那除了发动机以外，它的变速箱也是跟03加同样的搭载了一台爱信的 8AT 变速箱。其实它呢跟之前我们试驾过的吉利的星越 S 是完全一样的问题，
变速箱的调教还是太偏向于舒适性，那它呢缺少了一些双离合的更好的推背的感觉以及换挡的速度，所以说在这种换挡的冲击力上，这种驾驶的感受上也是稍微的弱了一点点。那咱们再说一下它的驾驶模式，在赛道中我一直使用的是它的赛道模式。那这台车呢，它的悬架同样是前麦弗逊后多连杆的这种结构不过05加呢特别优化了它的稳定杆和减震器的阻尼，所以说在高速弯对侧倾的支撑也是控制的非常不错的，尤其也是在这个一体式座椅的帮助下，整个人的状态包括车的状态还是控制的很好的。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到这辆车在侧倾的时候因为还是受限于车高，而且它相比普通的领克05在车高上以及这个减震的长度上并没有进行调整，稍微高一点的车身感觉，它的重心也会有一些偏移。如果说能给它一个高低可调的悬架，肯定这种感觉会更好。但毕竟呢，这个价位当中想要这个配置确实有一些苛求它了。咱们最后呢，再来聊聊排气。这台领克05加同样有一个原厂的排气，是根据驾驶模式可以进行可控的阀门开关。那它呢，在性能模式的时候，整个排气的声响是最为炸裂的。其实我们今天开了一天，感觉到能在国6B 的标准下带这种颗粒捕捉器的效果下，它能这个排气达到这个效果，确实是很让人惊讶的。那但是呢，在 NVH 方面，它的排气反而成了它的劣势。我也是在路上试验过，那就算呢我把它开到最温和的一个舒适模式，它的排气在转速上来之后还是稍微有一些响。那如果说你这辆车开了1-2年，想要这辆车稍微安静点的话，去店里1500左右加装一个强制的排气开关，那这样的话呢，只要把它关闭，它就跟一辆普通领克05一样安静。最后呢，给这辆领克的05加做一个小总结。外观方面没得挑，确实是不管是在设计上还是在这个用料上都是下了血本的，非常好的一个设计。在内饰层面呢，它的配置也是足够的高。动力方面呀，其实刚才我说的自我感觉有点小过分哈，因为毕竟是1分钱1分货，在这个价位中，其实它已经是自主品牌 SUV 的一个动力的天花板了。但是呢，可能是期望越大失望越大，所以说有点小的失望。去解决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有3种解决方案。一种方案是向奔驰的 AMG 学习，给这台 2.0T 的发动机压榨出更大的马力来。但是呢，这么做的困难有2点，一个是研发成本比较高，那另外一个点呢，就是说日常使用当中发动机的寿命可能会降低。那第2种方案是给这辆车换一个更大马力的发动机，不管是自主研发也好，还是说去跟别的品牌合作也好吧。但是呢，这样的话车价的成本会上来。那如果说呢，这台车去到一个35万到40万的售价区间，可能说大家接受起来就没有那么平民化了。那最后一个解决方案也是我最值得推荐的一种，就是给这辆车加一个48伏的轻混系统。那这么做的好处呢有2点，一个是在起步阶段，这台车完全使用电机，更直接的去驱动这辆车，而不是使用燃油。那这样的话呢，去给它换一个双离合的变速箱，也能很好的规避掉一个顿挫的问题。那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的售价，它的这个成本不会提得太高。差不多的一个价格的话，大概高出个几千块钱，我相信大家能接受。至于说3种解决方案，您觉得哪种最可行？欢迎在评论区下方跟我进行留言，咱们来进行互动。那这期的领克05加就是这样了，咱们下期见，拜拜。